斯普拉頓突擊隊發售至今也1個禮拜了，那我1周目、2周目都破完了。先說個結論吧，斯普拉頓突擊隊到底好玩嗎？我覺得以我一個3代打工都有在野團打到999的人來說，1周目算是有點無聊。它的關卡呢，其實跟3代主線的打法是差不多的，就它是一個關卡型的。那有些關卡呢是有特別設計過的，就是感覺有點像解謎的感覺你可能要用有限的武器、有限的配件去達成某些目標。那這種設計我會覺得比較有趣一點。那另外一種呢是挖礦地圖挖礦地圖的話，就是一張地圖內它會有好幾個生怪點，然後你去打了生怪點之後會累積礦，然後累積到一定程度之後就可以通關。那礦也是這個遊戲極為重要的資源，但是其實在各個礦點間游走的這個過程，我覺得實在是稱不上有趣。就算我後期有把速度 type 的裝備練起來，其實移動上會比較順手一點，可以很快的從上一個點位到下一個點位，我覺得仍然在刷這個礦的過程中是感覺不太到樂趣的。然後呢，另外還有怪物特化的關卡跟寶藏關，那這些關卡呢都會很講求 DPS， 要麼它的目標是你要在時限內擊殺某個目標，不然就是你要在時限內收到鮭魚卵。那鮭魚卵其實就是比較大型的鮭魚，擊殺之後會掉落，所以其實講求的一樣也是 DPS。那這時候本作的 RPG 系統就顯現出來了。就是呢，你有時候打不過，你就是需要練等，你就是要去刷那些你已經打過的關卡，練等級，就強化自身、強化武器才能打得過。对，當然你也可以用救援系統。OK， 那講到多人連線這個部分的話，我是有發現說，其實如果你自身的等級是已經可以壓制目前的關卡的話，其實自己打起來會比多人打還要快很多。因為它多人的時候，它會有這個血量機制的調整。像我是玩弓箭的，那弓箭本來可以一發射死飛彈爆彈之類的，那多人的時候通常一發你就射不死了。所以其實大部分你要刷東西還是會比較推薦單人刷除非你有大佬朋友。我相信現在已經發售1周了，很多本來打工很有實力的人都已經可以成為大佬。對，你要是有這種朋友的話，那你当然也可以找他們帶，沒有問題。你可以看到他們用他們很强力的配件用他們的武器裝備來碾壓你的關卡。对，但是如果你是跟一個跟你差不多等級的朋友一起加入這個遊戲的話，你們想要一起打的話那你們可能就會面對更強大的、更肉的敵人。那1周目的時候，我還有一個不太喜歡的地方，就是它的音樂成分非常的少。像我剛剛說到嘛，挖礦那種關卡，你要去一個一個的點位去跟鮭魚們交手，那你沒有觸發戰鬥的時候，它的 BGM 成分就非常的少。因為清怪清很快，通常你戰鬥的樂曲也不會聽到太完整，這一區你就清完了，你又要去下一區。我覺得這個音樂的中斷的這個感覺，讓它音樂的成分在1周目的體驗並不是這麼好，而這個部分到2周目就改善非常的多。好，但是2周目我們等一下再談。那我先總結一下1周目的部分。對一個平常嘎起的打工士來說，難度沒有很難肯定是輕鬆應對。你可以跟我一樣選生存者難度，然後都還不會感覺到什麼危機。真正有危機的就是你的 DPS 不夠那你就很明顯，你就是會感覺你還要再練等，你還要再練等。OK， 那1周目還有一個問題。它升等升開發裝備、開發那個配件其實都很缺礦，所以其實1周目你在資源短缺的情況下，你可能練不了太多東西，就你很難去嘗試其他的流派。例如說，你可能一開始選了力量的流派，它雖然你力量的背包槽練一練，它會要你去練其他的背包槽，應該是速度的背包槽，對，但是當你換到速度背包槽去練的時候，你就會覺得你真的是手無缚鸡之力因為你的配件那些全部都是超級的新等等級非常的低非常的低，然後打怪又突然就变得非常不痛。对，所以其實它在
不知道欸，我一直覺得他練武器、練流派都很有一個套牢的感覺，尤其我在推二周目的時候啦。二周目我到後來我已經把武器升到非常高等，但是我後來想換武器的時候，發現我實在是超缺資源，我根本換不了，我只能用那把武器來通關二周目。掉武器這件事情在這一作裡面，它又是一個隨機的事情。你可能很喜歡某把武器，像是我很喜歡弓箭，但是到一周目通關的時候，我都沒有打到很好的弓箭，所以我一周目通關的時候是用一個我其實也不是這麼擅長使用的重滾，在 BOSS 關卡瘋狂的吃鱉。對，所以像是武器掉落是隨機的這點哦，然後練裝備也很吃資源這點，因為他們有一個重置的手段，沒有一個你能夠無痛從某一把武器換成另外一把武器的一個手段。你想要換另外一把武器，你就是要再重新農資源，真的就是農資源這件事情。讓我真的是覺得他沒有到這麼鼓勵人嘗試其他的流派的感覺。最後我對這一作的評價來說，我還是覺得有點微妙。我不太確定他們後續的更新會不會放出新的內容，或者說一些機制上的改進，例如說我剛剛提到的有沒有什麼可以重置資源的辦法，就例如說你那個武器的強化，你可以退等，然後再把資源退給你。如果有的話，我才會覺得這個遊戲會比較有趣一點點。OK， 那這就是到一周目為止的體驗。那我自己認為一周目的部分，對於一個新手來說，應該就是完全沒有接觸過系列作的新手來說，應該還算可以應付。就是可能會有一些挑戰，那遇到挑戰的時候，你可能就是還是要回去農關卡、農資源去升級。那到時候應該也可以靠一些等級差去碾壓關卡。那稍微有點技術的朋友，就是平常可能有在打工啊，或者說已經習慣斯普拉頓操作技術上的一些人，那一周目來說應該也都能算得心應手吧。好，那再來說說二周目。二周目老實說，以一個平常比較晚打工的朋友來說，我是會比較喜歡二周目的玩法，因為二周目的玩法它其實會比較像打工的邏輯，它的怪是從頭出到尾它不會有中間停留給你休息的階段，所以剛剛提到的音樂的部分，它也都是一直都持續的。二周目有一個爬塔的要素，那你在爬這個塔的過程中，它的音樂是一直都會變化的，一直都会變化，它變化真的是非常的多，我真的是一直爬就一直有驚喜，所以我很喜歡二周目它的音樂的設計。但是呢，二周目我必須得說，它非常的難非常的难。而且你要是沒有朋友的話，你就只能單人打，它不能開求救。對，我也是後來才聽說，它其實能夠組隊打，不然他本來寫這個東西，我還以為是這個東西就只能單人挑戰。然後我就一直在想說，哇，那這個東西對新手來說恐怕是永遠無法達成的。為什麼呢？因為這個塔，他爬到上面的時候，我自己打起來感覺會非常像平常打工野團，大概800分左右的時候，傳說800的時候，你要是遇到沒有很 carry 的隊友的時候，你會被一大堆怪物瘋狂的圍剿，然後送彈量也不夠，尤其是這個時間快到了，然後你發現你的彈量不足的這點，真的是跟那個泥沼般的800分附近難度是非常相似的。就你平常打工，如果你沒有在一個很好的時段，很有 carry 隊友的時段尤其是關门工的时候，你這時候打到800分，就很多上不去的朋友們會在這一段，然後呢，大家就是清怪不夠快送彈不夠，常常就是時間到了還差幾顆這個感覺真的是超級像的。那你可能就是要有能夠 carry 這個分段的能力要有辦法打過，那這是一個很不容易的能力。就如果真的有一個人打通二周目的人，那我相信你應該在斯普拉頓本作的打工裡面也是有能夠野團999的實力了，我相信一定有。如果你從來没有打過999的話，那我相信你只是沒有找到一個好的時段，挑到好的隊友，真的。OK， 所以二周目它是一個非常極具難度的挑戰。那如果真的是全新接觸本系列作的朋友，
這可能還是需要很大一部分的技術力來彌補，恐怕不是裝備等級之類的東西就能夠輕易解決的，恐怕不是。但是這種遊戲呢，練技術哦，也是遊戲的一環。只能說歡迎加入斯普拉頓的這個世界哦。那又說回到資源上，二周目玩起來，我仍然是覺得是非常缺乏資源的，一樣是換流派也是非常非常的困難。就是你其實在踹你的新流派的時候是蠻有趣的，但是你在踹的時候，你就會發現你要的資源量是這麼多，然後你打一場才拿這麼一點點，所以你要換流派，你要先打這麼多場，你才能夠換流派。然後換流派之後，可能你發現，這個東西好像有一點不太對，你還想要改某些部分，你又要再去弄這麼多東西。對，所以我還是覺得它的資源真的是分配的很少，很需要弄，不是這麼的方便嘛。這點真的是我覺得設計的挺可惜的，就是這點讓我覺得這個遊戲一直處於一個很微妙的狀態。就像我現在已經2周目全破了，我現在其實沒有很想要繼續再開突擊隊來玩，知道嗎？會有這樣的感覺，就是覺得開來，我就是要弄那些已經打過的，不是很有趣的關卡，然後不然就是你要挑戰後續的難度，但是你要挑戰後續的難度，你也不能換流派，你只能用你之前的流派在玩啊。換流派你就是要面對極具龐大的資源，對，你要是沒有那個極具龐大的資源，你換流派過去，你也打不了新的難度，你 DPS 就不夠，你就是打不過。總結吧，如果你是一個沒有玩過斯普拉頓的玩家，你想要借由這個沒有 PVP 成分的純打怪的模式來摸摸看斯普拉頓它究竟有什麼迷人的地方，我還算推薦。但是你要做好你可能會需要農資源、農等級的這個心態的準備，然後呢，你要做好你可能會打不過2周目的難度的準備。對，你要打過2周目可能會很需要技術哦，已經不太是資源等級這些東西農一農就能碾壓的。你要過2周目，你可能會需要技術，或是你有認識的在玩斯普拉頓的高手朋友們哦，讓他們帶你一起過哦，就有可能哦。我先說這個遊戲它基本上是單人玩啊，對，它的多人就是求救，跟你自己找隊去組隊啊，它沒有隨機配對，它的配對系統就是求救而已。但是2周目的關卡都是不能求救的，所以我才說你如果是個完全的新手，你可能要有你過不太了2周目的這個準備。對，那如果你是平常就是打工式的玩家，那我覺得這座是有它的樂趣，對，是有它的樂趣在。但我還是比較建議，可以看他們有沒有辦法修改個遊戲機制，讓資源的轉移比較方便啊，比較不需要農的時候，可能再加入會比較好。就是如果你還是在觀望要不要為了突擊隊而買 Switch 2的朋友，我其實是覺得你還可以再等等看。這就是我的結論哦。對，當然 Switch 好像要漲價了，你要是不早買的話，晚買想漲價。單論買 Switch 2這件事情的話，你如果是有在打3代，不管是對戰還是打工的朋友，還是值得買啦。因為 Switch 2 FPS 數真的提很高，看起來畫面很滑順，真的是很讚。但是要不要就為了突擊隊而買？那我覺得你還可以再參考看看其他人的想法。好，那以上就是我對斯普拉頓突擊隊的心得評價或者是推薦嗎的部分。喜歡的話不要忘記給我一個喜歡，不喜歡的話也感謝你看到最後。我們下次再見，拜拜。